日本刚过新年就给中国上眼药，船队闯钓鱼岛，加速模糊中国的主权。我们除了依法要抓捕，中国还有2张反制牌。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传 Talk。新年第1个月，为了配合拜登政府新冷战战略，阻止中国推翻西方霸权秩序，日本可谓是东奔西跑地忙着。岸田文雄先是出访欧洲和北美，将英国拉入了东亚棋局，从美国获得了军事松绑的信号。近日呢，日本又开始在钓鱼岛给中国上眼药。1月30号，中国海警局消息，日本新式丸号等5艘船舶于当日非法闯入了中国钓鱼岛海域，随后被正在巡逻的中国海警舰艇警告并依法驱离了。然而，对于口头警告，日本几乎是不会遵守的。随着东亚局势不断变化，中国应该考虑采取反制日本的手段。首先，就是要放弃幻想，要依法拘留日本船舶。事实上，对于日本船舶闯入中国钓鱼岛，中国一直秉承着王道外交、以和为贵的原则，一直都以怀柔政策为主，也就是仅是口头警告，没有抓捕扣押。然而，根据2016年中国最高法颁布的新法律，对于外国人非法进入中国领海捕捞，中国其实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处以拘役乃至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日本目前对中国钓鱼岛的主要战略就是纵容日本渔民在中国钓鱼岛海域捕鱼，以模糊中国对钓鱼岛海域的主权。此次呢，日本闯入中国钓鱼岛海域的船舶也主要以渔船为主，将来若日本执迷不悟再犯，中国完全可以依法管制、拘留非法渔民，以示警告。其次，在军事层面，我解放军也可以常态化西太的航母行动，震慑日本以及在背后捣鬼的美国。在2022年我解放军辽宁号航母战斗群2次出征西太。5月份呢，中国航母又潜伏至钓鱼岛以南、台岛以东海域，向美日释放了中国海军阻止域外势力军事介入中国主权问题的坚定决心。12月辽宁舰再次进入了西太，先是在琉球群岛以南海域演练，随后又南下东进美国关岛附近海域，充分展示了在反介入作战体系下中国海军对域外势力的反击作战能力。新的一年呢，美日围堵中国的步伐明显开始加速了。为了维护中国钓鱼岛和中国台岛主权，2023年我解放军辽宁舰和山东舰有必要增加在西太地区的演习频率，将琉球群岛以南和关岛以东的演练常态化。今日从实力地位出发，警告美日不要轻举妄动。此外呢，还可以把钓鱼岛问题再往上追溯，可以延伸到2战后琉球群岛的归属和旧金山条约问题。根据2战后盟军对日本领土的规定，琉球群岛并不属于日本，美国和日本对于琉球群岛从法理上也没有处置权。换言之无论是美国单方面将琉球群岛托管给日本的行为，还是美日媾和签订的旧金山条约，从国际角度来讲都是非法的。因此，未来在联合国等公开场合，中国完全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以琉球群岛主权问题向美日两国施加国际政治压力，迫使美日两国收敛侵犯中国钓鱼岛乃至台岛主权的行为。好，各位网友，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网友们关注并在留言区讨论，我们下期再见。